好，今天的重磅新闻，首先韩国人太心酸了。韩国媒体说，我们现在为无数的国家加油，结果最后就只有西班牙帮上忙了。韩国队在12个小组第3名的排名暂列第8位，晋级32强的概率已经降到了 31.5%。他们要想晋级，必须寄希望于剩余3个小组中至少有2个小组出现对自己有利的比赛结果。目前来看， J 组奥地利必须击败阿尔及利亚， K 组的乌兹别克斯坦需要战平或击败民主刚果，北欧组只有加纳击败克罗地亚，韩国队才有希望。除了韩国球迷之外，全世界都在看笑话，大家都在报02年世界杯的仇。好的，另外一方面，突尼斯队在世界杯的惨败引发了整个国家的动荡。第一场比赛就1-5惨败给北欧海盗，防线被撕得粉碎。当时赛后立刻有丑闻传出，突尼斯更衣室发生内讧，主帅拉穆齐和多名球员发生了言语甚至肢体的冲突。他在看台上的儿子还遭到了几名突尼斯球迷的暴力袭击。更荒诞的是，还传出比赛后有8名球员信誓旦旦地表示，如果教练被炒，他们就集体退队。可等到官方公告出，拉穆齐下课，这8名所谓的义士瞬间人间蒸发，影子都找不到。关键是过去2年多以来，突尼斯国家队的主教练就像旋转门一样，你方唱罢我登场，已经连续换了7个主教练。下了课的拉穆齐也一肚子怨气。5月份他即将公布世界杯大名单，足协却伸手干预。而更要命的，他最想征召的德乙的中场菲尔哈特竟然玩起了失踪，电话不接，连他爸爸和亲友们也一起消失了。明明3月份的时候还代表突尼斯踢了2场热身赛，信誓旦旦的要和球队一起备战世界杯，可关键的时刻却像人间蒸发。很快有记者爆料说，非洲球队为了争抢这些欧洲出生的血缘球员，私下里答应给一笔安家费，这是公开的秘密。只是原本拍了胸口答应的突尼斯足协，关键时刻却掉了链子，钱不给到位，人家自然装作不认识你。于是拉穆齐只好指桑骂槐，把火撒在了别人的身上。所以过去2年多，在突尼斯入选球员的选择，甚至在战术方面，主教练都没有自主权，更多时候只是足协的操控的木偶。像本届26人大名单，突尼斯有些球员就完全是足协硬塞进去的，包括对阵日本队连丢4球的门将达门。而原本拉穆齐一直看重的是效力突尼斯人的门将法尔哈蒂，他整个赛季有19次的零封记录，原本也在教练组的世界杯大名单之列，可最后时刻却被达门顶替。为什么主教练连选人的权利都没有呢？那是因为突尼斯足协与许多球员的经纪人有合作，经纪人出钱找关系，将自己的球员塞进来，刷履历，未来卖个好价钱。很多国内俱乐部的老板也牵涉其中，大力推荐自己的球员，还许诺国际足联给俱乐部的补贴，他们可以全部交给足协。另外，让球员们不满的还有，球队中许多人被区别对待。那些有着双重国籍在欧洲效力的球员，已经早就拿到了进入世界杯的奖金，而在国内效力的球员在世界杯前还被拖欠奖金。再加上国家队落后的医疗设施和队医，让许多人的小病变成了大病。所以彻底出局以后，效力尼斯队的老将阿布迪接受采访的时候，一边怒吼一边掉眼泪。我们要道歉，我们对不起突尼斯人民，我们是以临时拼凑的阵容来踢世界杯的，很多人并不熟悉。世界杯几个月前，我们又一次换了教练，不是说要把老将都赶走，全部换掉就好了。非洲杯输给马里后，许多优秀球员被批评，很多人想的是赶走那些老将，赶走教练。可现在这支日本队，我们在22年就曾经和他们交手，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球员，一模一样的打法，可我们呢？说到激动的时候，阿布迪直接将矛头对准了足协。突尼斯足球的本质就是，一旦不出成绩，就会被全部推倒重来，从零开始。球队的构建本需要长期计划，循序渐进，可大赛前换了教练，突然来了7名以上的新球员，我们需要磨合，需要适应，2个月、3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磨合和适应。这种情况下还要求快速出成绩，每个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根本不可能。所以阿布迪口中的乱象，也就是拉穆齐首战惨败之后想说却没能说出口的话。一支国家队世界杯名单竟然不是主帅来挑，而是别人塞进来的，这样的足协难辞其咎。核心球员汉尼拔也早就心生不满，他在世界杯前就已经表示过，我们的足球正在落后，是全面落后，我们的负责人必须坐下来好好想想未来怎么办，
可惜这样的反思永远不会发生。我不在突尼斯，很多事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于是现在突尼斯足协的高层不是站出来扛责任，而是选择消失。足协主席在宣布新的主教练勒纳尔接任后，从此不再露面，副主席也突然就人间蒸发。现在突尼斯国内的舆论风暴下，最新传言是足协主席纳萨里打算辞职了事儿，还已经做好了跑路的准备。一旦事情闹大，他可能直接就不回突尼斯了，留在海外。这件事还牵扯了突尼斯足协的上层领导，体育总监贾奇里。另外背后还有一个幕后的操盘手，是经纪人萨夫文艾迪。目前突尼斯足协负责世界杯事务的2名官员，在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之前就提前离开了国家队代表团，返回突尼斯。足协没有给出任何官方解释，但另外有小道消息，他们回国是接受调查。现在突尼斯总统赛义德已经直接介入，体育部门、足协、国家队全部列入调查对象。世界杯前，突尼斯官方刚刚解雇并且逮捕了法律部门的多位官员，包括许多法官、律师，总数接近60人。国内的风波还没有平息，世界杯的惨败丑闻又再次让突尼斯脸上无光，所以这是一次反腐败决心的行动。面对舆论的不满，他们需要给突尼斯人民一个交代。总统赛义德可能会调查存在的内幕交易、利益输送和腐败行为，甚至可能将足协副主席杰纳亚和体育总监贾奇里投入到监狱。所以现在突尼斯足协的官员们人心惶惶，未来都将接受调查。这件事情已经超越了足球本身。以上的剧情，某东方大国的球迷是相当熟悉了。好的，淘汰赛即将开始，感谢大家的支持。老 K 做节目确实也辛苦，但谁叫这是4年一次的世界杯呢？喜欢的话，欢迎您点赞订阅。这里是老 K 足球新闻，一个有温度的足球频道。好的，超级预测，南非对加拿大。先说结论，老 K 倾向于加拿大最后胜出，但比分有可能是1-1或者加拿大2-1。一个是加拿大队前场的个人能力更强，另外呢，南非的实力确实偏弱一点。阿方索·戴维斯如果能够出场，可以带来心理上和战术上的加成。乔纳森·戴维的状态也非常好。南非队的优势是中场莫科纳的复出，而且他们整体的防守结构更完整。但最重要的，进入淘汰赛以后，0-0、1-1的比分会大量的出现，加时赛甚至点球大战出现的几率非常高。好的，看视频之前，欢迎大家先点赞再看，也感谢您的订阅、热推、分享和评论。那么加拿大队，他们的队长阿方索·戴维斯是唯一的世界级巨星，他出生在难民营，但直到后来成为拜仁慕尼黑，拿到德甲冠军和欧洲冠军联赛冠军，他已经成为了加拿大足球的门面人物。但他的人生轨迹也非常的励志。阿方索·戴维斯的父母原本居住在利比利亚的首都蒙洛维亚，为了躲避第2次利比利亚内战，父母被迫逃离家园，来到了邻国加纳，并且在加纳的布都布拉姆难民营安顿下来。2000年11月2日，阿方索就在这里出生。据阿方索的父亲德贝亚回忆，当时生活很艰难，有时候你要生存下来的唯一方式就是必须要拿枪，可我们对开枪没有任何兴趣，所以决定从那里逃出来。后来非常幸运的，戴维斯一家通过难民重新安置项目得以移民加拿大。刚到加拿大，他们住在安大略省的温莎市，后来又移居到中部的埃德蒙顿，这里是阿尔伯塔省。在这里，足球成了阿方索·戴维斯融入新环境并且释放自己天赋的出口。当他和家人跨越大西洋来加拿大的时候，戴维斯只有5岁。那个时候他就要开始帮忙照顾2个年幼的弟弟妹妹，而爸爸德贝亚和妈妈维多利亚长时间的工作，努力维持生计。当阿方索·戴维斯上学的时候，他脚下关于足球的天赋一下子就吸引了老师的注意。据他6年级的老师，也是特蕾莎修女天主教学校的体育教练梅丽莎·古佐回忆，我们的小阿方索，他就是那种脸上永远带着笑容的孩子，总是在走廊里跳舞。他是如此的才华横溢，他接触到的任何东西，无论田径、篮球，任何运动，他就是那个特殊的孩子。感觉到了阿方索的特别，于是古佐帮他联系了蒂姆·亚当斯，这是一个免费的课后足球联赛的创始人。他面向那些负担不起报名费，也负担不起装备，或者没有办法乘坐城市交通去比赛场地的孩子们。而创始人亚当斯很快就意识到阿方索·戴维斯与众不同。他后来回忆，我看到戴维斯的 first touch 第一脚触球，我立刻就知道了，这个孩子对足球这项运动有天赋。
当时我只是在锦标赛上看了几分钟戴维斯的魔力，凭直觉，我立刻叫来了当地足球教练马尔科·博西奥，让他来看这场锦标赛。而这位圣尼古拉斯足球学院的负责人完全没有失望。博西奥回忆道：阿方索·戴维斯身上有某种特别的东西，他的脚下动作快如闪电，带球的速度非常快。我知道在这个年龄他是非常特别的。我问他有什么计划，他告诉我下个赛季他想为我们效力。我们很高兴，我们有许多来自不同社区的孩子，所以他立刻就融入了进来。尽管足球能力可以说明很多问题，但阿方索·戴维斯在加拿大的早期只能结结巴巴地说英语，所以他没有办法说太多话。孩子们在戏剧课上，在戏剧活动中经常各自分组，然后一起表演一些东西，或者一起读一本书。而足球教练会将阿方索·戴维斯介绍给其他人，反正足球圈里的每个人早就已经知道阿方索的存在了。那是因为他那双灵巧的脚已经替阿方索·戴维斯说话。随着对他能力的称赞不断出现，一个想法开始萌芽并且绽放：阿方索·戴维斯要以踢足球为生。戴维斯后来回忆，老实说，我只是想为了好玩而踢球，让自己保持活跃，也让自己远离麻烦。我并不觉得自己真的很厉害，我只是因为喜欢和朋友们一起踢球，所以才爱上这项运动。然后一旦我开始踢有组织的足球训练，家长们、教练们和其他队友都告诉我，我必须要继续下去，说我可以成就一些东西，所以我也开始相信了。那就是让我开始畅想成为职业球员的原因。那时候我开始努力训练，想成为职业球员，而我愿意付出额外的努力。这种品质归因于我的父母在饱受战争摧残的蒙洛维亚的经历。到了14岁，阿方索·戴维斯进入了温哥华白浪队的技术项目，他在那里进步非常快。他成为了第一个出生在2000年代，并在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出场的球员，当时只有15岁8个月零15天。白浪队的主席莱纳杜奇说，当阿方索·戴维斯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肯定是一个有前途的球员。我不确定我们当时会不会夸张地说他一定会成功，并且成为非常特别的人物，但对我来说，他有点像一个异常的现象。当他来的时候，他是 U16 队的一员，但几个月之后，他就从 U16 升到了 U18， 又从我们2队升到了一线队。这些事情的发生非常罕见，而且有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于是这时候的戴维斯很快作为一个天才进入到国家队的视野。在被加拿大成年国家队征召之前，他已经代表加拿大参加过 U17 和 U20 级别的比赛。在2017年6月14日对阵库拉索的比赛，戴维斯完成了成年队首秀。而要知道，他仅仅在1周前才刚刚获得加拿大的国籍。所以戴维斯说，这对我们家庭来说非常特别，我很高兴我能够得到它，代表这个我人生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生活过的国家。我胸前有那个大大的加拿大徽章，为加拿大踢球对我来说意义是非凡的。随后只有16岁的阿方索·戴维斯凭借对阵法属圭亚那的梅开二度，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年轻的进球者。一颗足球明星就这样诞生了。2018年7月，他以创了美职联纪录的转会费同意加盟拜仁慕尼黑。在他走进拜仁更衣室的时候，心生畏惧。阿方索说，语言真的无法解释，在我的脑海里我在想，这些人都不可能是真人。然而当罗本走进房间，他是真人，不是卡通人物。我和他握手，他也和我握手。我所取得的一切都是不可思议的。当我得到这些机会时，我告诉自己抓住机会，然后我就真的抓住了。在拜仁宣布签下戴维斯之后，大家很容易联想到哈格里夫斯。哈格里夫斯在阿尔伯塔省的卡尔加里出生和长大，在1997年年仅16岁加入了拜仁的青训营。当时是托了一位叫尼恩多夫的德国教练，在拜仁俱乐部有熟人帮他安排了一次试训。在当时加拿大国内还没有能够培养这样的中场球员所需要的先进的训练营，甚至没有一家可以加入的职业球队。而哈格里夫斯后来选择了加入英格兰国家队，在2001年完成了在英格兰队的首秀。时至今日，许多加拿大球迷仍然对这件事难以释怀。还有过去伯恩茅斯的球员贝戈维奇，他出生在波斯尼亚。在贝戈维奇4岁那年，家庭在战乱之下逃离祖国，先是在德国找到一个难民营。1999年搬到了阿尔伯塔省的埃德蒙顿。和哈格里夫斯的情况相仿，贝戈维奇也没有办法在加拿大踢职业足球，所以在青少年时期和普斯茅斯签约。虽然贝戈维奇曾经代表加拿大 U20 国家队，但始终得不到在成年国家队比赛的机会。最终他选择接受出生国的征召，
2009年底完成了在波黑国家队的首秀。所以阿方索·戴维斯的故事有些不一样，它代表着加拿大足球正在转变，但人们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只是一个特例。不过戴维斯不仅球踢得好，场下也是个活宝，他非常的幽默，接地气的性格深受球迷喜爱。过去在温哥华白浪的青训营期间，他对比自己大1岁的同门师姐加拿大女足国脚乔丹·休伊玛一见钟情。为了要到联系方式，他非常直白地走了过去，并说道：嘿，我想知道你愿不愿意做阿方索·戴维斯的女朋友。哈哈，正是这种既青涩又无厘头的搭讪竟然成功了。他们从2017年相恋一直到22年正式宣布分手。值得一提是20年疫情停摆期间，戴维斯在 TikTok 上发布了大量跳舞或者对口型或者搞笑的短视频。这种幽默风趣的性格让他收获了几百万的粉丝，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整活达人。甚至有拜仁球迷经常建议他：你太活跃了，你退役后完全可以去做脱口秀演员，或者在社媒运营部门工作。目前戴维斯的女朋友是德国室内建筑和音乐专业的学生谢耶妮·珍，两人交往非常低调。1年半以前，戴维斯已经在迪拜向她求婚，他们目前处于订婚状态。谢耶妮不爱在社媒上高调的发图，但有时候会在个人账号上分享作为拜仁球员家属的 Vlog。 戴维斯最有趣的一件事有一次他在现场看比赛，发现周围许多球迷都穿着印有自己名字的加拿大国家队球衣，于是他兴致冲冲走到一位身穿自己球衣的球迷面前，指着球衣背面的名字问对方知不知道这个人是谁。结果这位自称狂热的球迷完全没有认出来眼前的戴维斯本人，只顾着激动地展示：哎，你看我这球衣质量好好，很好看对吧？特别尴尬，特别有意思。好，那么这一场南非对加拿大，由于加拿大只拿到小组第2，所以比赛会去到美国加州。这是加拿大队史上第3次参加世界杯，也是首次突破了小组赛。南非则是第4次参加世界杯，也同样是第1次进入淘汰赛。两边的主教练南非队的布鲁斯，他1986年曾作为比利时的球员参加过墨西哥世界杯，40年后又带着南非队回到世界杯的舞台。此前他在对墨西哥的比赛中极为保守的打法遭到了强烈批评，这次进入淘汰赛以后是终于解气了。发布会上带着激动的情绪回应了过去那些对他的批评者。而加拿大队的美国教练马什，他是在囊里克的思想体系下成长起来的红牛系的教练，执教过纽约红牛、萨尔茨堡红牛、莱比锡。他最大的标签就是高压逼抢的战术。另外在对瑞士的最后一场小组赛前，他先是说阿方索·戴维斯已经准备好了，但放上了替补席，没有让他出场。赛后承认这是有意的误导对手。不过这招没有成功，加拿大仍然1比2输给了瑞士，丢掉了小组第1和在本土作战的机会。那么两边的核心球员，南非队门将龙文·威廉姆斯，还有中场球员特伯霍·莫克纳和姆巴塔的双后腰是南非队4231阵型防守稳定性的核心。锋线上的代表人物莱尔·福斯特，加拿大队除了队长之外，锋线上的乔纳森·戴维，中场球员史蒂芬·欧斯塔基奥。在中场悍将科内重伤以后，欧斯塔基奥的存在能保证加拿大的中场节奏和前场压迫后的2次进攻机会。这一场的战术对位针尖对麦芒，南非大概率继续使用4231，思路是先保证防守的厚度，莫克纳加姆巴塔的双后腰保护中卫，阿波利斯和马赛科负责边路的速度，莫福肯在两线之间要寻找到空间连接锋线。加拿大队预计会在442或者接近442的框架，2名前锋负责第1道的压迫，边路依靠布坎南、拉雷亚还有可能复出的阿方索·戴维斯来推进。如果戴维斯能首发，那么在左路推进和左侧内部区域的冲击会明显增强。如果戴维斯打替补，那么上半场可能先平衡为主，将冲击力留到下半场。关键的区域，南非要避免被加拿大的前锋牵扯到中后卫身后，尤其是乔纳森·戴维纵向的跑动。加拿大队呢，要防南非的左路、右路2个边转换后的速度，特别是马赛科、阿波利斯和莫佛肯在边路和内部区域接球后的推进能力很强。这一组对决胜出以后，很可能会碰上强大的荷兰。如果能够闯过荷兰这一关，那么则很可能面对德国和法国的胜者。所以这是一个死亡的1/4分区。就目前这个状态，谁碰法国谁倒霉，并且即使进入半决赛，还很可能撞上西班牙或者葡萄牙。哈哈，别想那么多了，反正世界杯到了淘汰赛，
没有一个善茬儿，一场一场踢，冲着梦想冲就完了。那么本届世界杯已经出现了3次帽子戏法，是1986年以来最多的一次。前面的58场比赛就已经产生了172个进球，追平了历届世界杯的最高纪录，而且比上届世界杯少用了6场。过去单届进球最多的就是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但这次因为扩军到了48支球队，所以总共会有104场比赛，铁定会打破世界杯单届的进球纪录。而现在美加墨世界杯32强已经有了28支，只差4个队。非洲队这次参加世界杯有10个名额，已经有7支队都已经晋级32强，只有突尼斯出局。这次中北美预选赛出现的3个队都是送分童子，大洋洲也弱，亚洲也弱，但好歹亚洲有人口、市场和消费的支持。目前来看，各大洲场均积分，南美洲 1.86 分，欧洲 1.82 分，中北美及加勒比海 1.39 分，非洲 1.37 分，亚洲 0.64 分，大洋洲 0.33 分。但这里的中北美洲主要是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其他的球队还没有亚洲强呢。另外，本届世界杯已经产生了9张红牌，超过了过去2届的总和，其中6张都是防线最后一人犯规。这也是今年严打的重点，会深刻的影响未来3到4年足球比赛的判罚标准。好的，这场比赛在博彩市场方面，加拿大90分钟内取胜，大约是 1.7 到 1.85 的赔率，90分钟内平局 3.4 到 3.75，90分钟内南非取胜大概在 4.2 到 5.25。 由于是单场定胜负的淘汰赛，所以整体的风格会趋于谨慎。专家们非常看好在常规时间总进球数小于 2.5 球这个选项。另外就是推荐加拿大常规时间赢球或者直接晋级。而在进球市场，专家们普遍推荐乔纳森·戴维随时可能进球。好，那么在乌拉圭队小组出局以后，主教练贝尔萨情绪失控，怒斥了技术人员。他赛后采访，对着一个动作慢了一点的记者发火，说：“快点，一口气说完！天哪！”没落了的乌拉圭足球坐拥皇马和巴萨2个队长，却连续2届世界杯小组出局。皇马队长60分钟被换下，巴塞罗那队长查无此人。另外，巴塞罗那球员拉菲尼亚竟然突然闹出丑闻，他和妻子娜塔莉亚·贝洛利试图用1000万欧元购买一栋豪宅，结果发现资金不足。于是妻子娜塔莉亚调查了拉菲尼亚的合同关系，发现他肖像权收入中 80% 归拉菲尼亚的父亲所有，球员本人只有 20%。 所以据说拉菲尼亚现在深陷严重的家庭和经济双重困境。他一心盼着要加盟沙特阿拉伯的利雅得新月，如今日子过得十分煎熬，他指望通过转会扭转现状。对此，妻子娜塔莉亚也公开发声，他说：“说实话，我觉得谈论自己的经济状况这非常荒谬。就算我们只能赚到拉菲尼亚现在收入的 10%， 也已经非常幸运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在社交媒体上晒这些，因为我完全清楚我们所处的社会现实。如果我发个动态说，哦，看，我不穷，我还是很有钱的，那大家肯定又会指责我没有品位。我本以为这件事儿会慢慢平息，但这些谣言已经传到了西班牙，现在所有人都以为我们陷入了财务困境。而现在正专注于巴西国家队的拉菲尼亚正努力地恢复自己在对阵海地队时比赛中出现的肌肉的伤情，所以没有亲自介入这一次争议的事件，但感觉大家好像都嗅到了关于他的父亲和妻子之间财务的纠纷的问题。也有谣言说他老婆特别能花钱，离婚率又高，所以是不是把钱转移到了父母那里？总之众说纷纭，说什么的都有。乌拉圭队这场球在与西班牙的比赛前几个小时，据说内部爆发了严重危机，像球员罗切特、乌加特、本坦库尔、巴尔韦德都要求和主教练比尔萨会面。他们对训练的强度不满，认为体能的负荷过重，说是多名队友因为高强度的要求而受伤。分歧还不限于身体方面，在足球战术上也存在强烈分歧。球员们提议对阵西班牙要采用低位防守，依靠反击，可贝尔萨坚持走完全不同的思路。主教练召集全队进行了48分钟的会议，捍卫自己的立场。但是紧张气氛达到了顶点，多名球员起身离开会议。球员西门尼斯试图阻止他们，但没能成功。甚至贝尔萨也承认，我带着有伤病的球员参加过世界杯，但那些球员一直忠于我。最后，球员罗纳德·阿劳霍的一句话进一步点燃了争议：希望上帝保佑我们能晋级，但这种状况再也无法忍受了。所以乌拉圭队内的矛盾在最糟糕的时刻已经燃烧起来。40岁的老门将也连着3场球送分，全队的努力烟消云散。
在最后的生死战对西班牙，57分钟，巴尔韦德被换下。这时乌拉圭队0-1落后，急需进球啊！被换下时，巴尔韦德神情非常严肃，他对这个决定非常失望。从离场到进入替补席，巴尔韦德和贝尔萨之间没有任何语言交流，没有肢体交流，连眼神都没有交集过。乌拉圭足协已经决定取消班机，球员们将乘坐普通的航班返回。这2平1负积2分，排名小组第3，嗨，真是太丑陋了。连续3轮比赛出现低级失误的40岁门将穆斯莱拉，他成为直接责任人。赛后他也通过采访向乌拉圭人民道歉。他说，这就是足球这项运动的本质，也是门将这个位置的本质。有时候他给你很多，有时候他也会带走很多。现在曼联的乌拉圭中场悍将乌加特由于膝盖受伤，可能伤缺9到12个月，曼联最多可以向国际足联索赔578万英镑。而且乌加特的伤情也会影响今年夏天曼联的引援。现在英格兰队这边里斯詹姆斯的腿筋伤也很严重，世界杯恐怕已经报销。另外转会市场方面，扎卡想和阿隆索重聚，想回到伦敦，他愿意接受任何合同条件。切尔西已经跟他就个人条款达成了口头协议，已经开始和桑德兰进行接触。33岁的嫡系球员扎卡，现在最大的疑问是身价，已经那么大年纪了，总不可能卖个3000多万欧元吧。好的，淘汰赛即将开始，感谢大家的支持。老 K 做节目确实也辛苦，但谁叫这是4年一次的世界杯呢？喜欢的话，欢迎您点赞订阅。这里是老 K 足球新闻，一个有温度的足球频道。